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再修改一下我制作的这个可调电源，它现在的可调电压范围是 12.9 伏，其实也可以到12伏。然后呢，我们看最高呢是 43.8，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绕组是低压的，最高是 10.6 伏，然后最低是 2.9 伏。那么我们觉得这个电压范围还是有点窄，我们要给它再往高了调。现在最高是 43.9， 我们尽量给它调到80伏。那么我们说改就改吧。这里画了一个简图，这边是电源输出端，然后通过限流电阻，下边有分压电阻，加到了431的控制级。我们原来呢是在这个位置有一个 47K 的电阻，这儿加了一个电位器，是 100K 的并联，那么所以它的调压范围是 12点几到40多伏。那么我们把这个电阻给它换大电阻啊，原来是一个 47K 的电阻，那么我们给它换成个100多 K 的电阻，这样它的调压范围就加宽了。为什么要这个电阻呢？因为有这个电阻并联，我们的电位器的触点呢，有的时候接触不良，那么它就会免得打火，所以说呢，应该是比较安全的。另外，当我们的电位器坏了开路的时候，有这个电阻在这儿，那么我们的电源电压输出呢也不至于过高。好，下面我们就动手改。我们看这个并联呢就是 47K 的电阻，那么我们只是把这个电位器的两根线焊到了这个电阻两端，因为它是 47K 的，阻值有点小，所以我们的调压范围窄。那么我们把它换成一个100多 K 的。好，现在我就找一个100多 K 的电阻。好，这个 47K 的电阻光荣下岗了。看来这个电阻还下岗不了，我用了一个 100K 电阻和它串联，然后再和我们的电位器并联。因为它是 147K 加上我们的这个电位器是 100K 的，一并联呢，最低的最高的这个阻值呢大概是在70K 左右，或者是我们可以算一下 100K 与 147K 并联大概是60-70K 左右。这样呢就能够加大它的调压范围。好，我们给它上以后，我们试一下。好，我们焊完了，可以试验一下了。这个电阻呢还是焊到原来的位置，这个电位器的两根引线同样是焊到这个电阻的两边的引脚上，这两个电阻串联。加这个电阻呢，我们的电位器是 100K 的，就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调节了。如果不加这个电阻的话， 100K 的电位器在这里边，它的调压范围就特别宽了加了这个电阻呢，就可以随意用电位器，也可以用更大的电位器。好，下面我们看看它的调压范围。经我改动之后呢，现在就能够从 12.9 伏再往上调，我们看最高能够调到65伏这样就范围宽了不少。我们拿个灯泡试一下，我们用个灯泡来试一下，看看灯泡的电流是不是够用。我们给它往高了调，现在是56伏。我们看 64.3， 电流是 0.04 但是灯泡已经点亮了，说明这个电流是足够用的。另外我们把这个负电位器给它往高了调，它能够达到 69.8 同样我们这个还是可以降下来的。另外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副绕组副绕组呢，它的电压可以在19伏到 4.4 伏之间调节。另外调这个负电位器还可以把这个电压调低一点，这样的话我们的电压范围就很宽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